大家好呀，我是花散里。今天我终于来填第一期会员视频时挖的坑了，来聊聊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托克维尔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开始我想稍微偏题一段，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众多思想家中，我特别推荐托克维尔。但是自从我们众所周知的推荐人带货了这本书之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录就使得网上一直有托克维尔提倡不改革的说法，这是非常偏颇的。我以前介绍过他的《美国游记》和《论美国的民主》，其领先于时代的社会学研究水平是不言而喻的。网络上流行的立场先行用在这样的大师身上，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托克维尔他是出生于拿破仑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第2年，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呢，他不依赖于逻辑演算，并非是用从概念到概念的方式来构建政治理论，而是广泛的收集实际的政治活动资料，从税收报表、政府报告到书信和法庭判决记录等无所不包，试图从中总结社会变迁的规律，搭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不像启蒙思想家那样从古希腊、罗马的典故出发，基于当时并不完善的档案资料，甚至是脑补去构建自由和正义等等政治学概念。相反，他以现实中各国方兴未艾的民主实践为基础来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如果说启蒙思想家讨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那么托克维尔则更关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可能性是什么。比如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经典著作《政府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堪称是一场阅读折磨了。洛克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诠释罗伯特·费尔曼爵士的家长论中的优劣，为此呢，他甚至几乎逐句解释了圣经，以说明家长论中所主张的父权神授是荒谬的。而你从他的标题中可能期待的关于社会组织的组成呀、职权划分呀、监督机制呀、财政制度等等问题的讨论，直接在书中出现的篇幅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再比如卢梭先假设了一个自然人的状态作为他的1+1等于2，也就是完全孤立的个体享有绝对的自由，独立做出选择并且承担后果，以此为基础推演出了宏大的社会契约论。诚然，基于这些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是塑造自由人和形成现代社会的绝对根基，他们在普及的过程中也普及了形式逻辑，从而塑造出了不再轻易被强权欺骗，或者不再在欺骗中反复自愿被剥削的现代自由人。这些形式逻辑严密的社会学成就也完成了新的基于更稳定、更自洽规则的现代社会的建立，使得法治凌驾于人治逐渐成为了主流认知。数学专业出身的我个人绝对是形式逻辑的支持者，但相比之下，托克维尔的论述风格也摆脱了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理论。他研究民主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以正在实践民主制度的美国为切入点。他分析法国大革命时，也不是从抽象的人性或者是正义出发，而是依靠详实的历史档案、社会风气和政治措施，寻找这些之间的具体关联。我们今天的题外话虽然讲了不少，但是我想这些前置信息对于理解从启蒙时代到19世纪政治学说风格的转变，以及托克维尔的独特地位，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4章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何路易16统治时期的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开篇他从路易14世晚期到路易16时期的法国经济变化谈起。路易14世晚年，法国百业凋敝，巴黎以外的各省一片衰败。但是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几十年，法国的社会经济逐渐复苏，一种新的精神开始推动社会的发展。尽管1780年的行政官员与1740年的官员在权力身份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他们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几十年前，官员的职责主要是维持辖区内的服从，而到了18世纪后期，他们开始关注如何增加财富，热衷于修路呀、开运河呀、发展制造业和商业呀、改进农业之类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发展 GDP。托克维尔通过详尽的数据和分析，描绘了大革命前法国的财政、贸易和工业的快速发展。他指出，大革命的发源地恰恰是这些经济进步最显著的地区，因此革命并非是由贫穷和苦难引发的。同样的，繁荣也未必能平息社会动荡，因为经济的进步会放大旧制度的弊端，让人们对其容忍的程度降低。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现象也得到了印证。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广东、上海等等经济繁荣的地区往往是革命思想的先锋，因为这些地方的新旧思想交锋最为激烈，新制度带来的繁荣让人们更加确信，只有摆脱了旧制度，才能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托克维尔对当时社会心态的分析堪称深刻。他写道，1780年的法国，没有人会认为它正在走向衰退，相反，人们普遍相信阻碍法国进步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扫除了。这是在那个时候，无限完美的理论开始盛行。20年前，人们对未来毫无期待，而现在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毫无畏惧。人们把想象力沉浸在即将到来的空前幸福中，因而对现有利益漠不关心，全部的热情都投向了未知的新事物。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复杂，不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里提到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吗？那句经典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种理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时人们的变革愿望。但是别忘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的核心问题根本不在这里。根本命题是为什么大革命发生在了法国，而不是其他的国家。真正的讨论是，社会变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但是为什么法国选择了以激烈的暴力推翻一切的形式，而英国或者德意志诸邦却没有如此呢？托克维尔认为，首要的原因在于自治力量的消亡。从路易14的时代开始，法国的城市民主制制和贵族制制都逐渐衰退，整个国家的政治力量都向首都巴黎集中，巴黎成为了法国的缩影，各地的人都关注巴黎的动向，效仿他的行动。只要巴黎失控，全国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托克维尔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18世纪的法国社会风气和矛盾的变化，试图说明中央集权制度下法国如何失去了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表面上看，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似乎越来越相似，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彼此孤立，没有共同的利益。某位大佬曾经在分析另一个时空的社会时，对此也有过经典比喻，说这种情况就像是一袋马铃薯，整袋马铃薯的稳定性全都靠系口袋的绳子，一旦绳子抽掉，马铃薯就会散落一地，这根绳子就是中央政府，一旦它崩塌了，整个社会也会随之瓦解。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过说到这里，我想问的是另一个例子，那就是苏东剧变时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剧烈动荡？同样是高度集权的政府，为什么结果却不同？我不知道如果托克维尔活到今天的话会怎么解释，但是我认为主要的差异有两个。第一个是法国的中央集权并不彻底，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可能是他认知中最激烈打击民间组织的政权了，但是按照他的描述，行会和各种协会虽然受限，但是仍然存在着，并且持续对于改革发表诉求。而在苏联和东欧呢，政权对于自组织力量的彻底打击，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高度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甚至是想要组织动乱都找不到合适的纽带。其次，二者的社会心态也截然不同。18世纪的法国对于未来充满了天真的期望，认为暴力革命之后会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的激情。而在东欧剧变中，民主世界中生活的个人的精力更多是集中于精打细算的利益权衡，缺乏革命年代那种热情。他们更倾向于让中央政府尽快的恢复秩序，核心诉求是对旧制度的行恶者处以极刑，以及保护现有的利益，而不愿意冒险追求翻天覆地的变化。简而言之，务实和保守的社会心理导致了和平转变的可能性。话题拉回来，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繁荣不仅让社会问题更加的突出，还使得这些问题被更广泛的感知到了，进而引发了不满。同时呢，高度中央集权削弱了社会的自治和自我调节能力，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然而将这一逻辑简单的套用到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却未必行得通。研究历史仍然是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尊重不同的时代背景。不过托克维尔揭示的这个现象确实有普遍的意义，那就是繁荣并不总能带来统治者期望的稳定，相反，它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5章中，托克维尔探讨了另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为何旨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反而会激怒了人民。例如1772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法院指责政府坚持错误措施可能会导致穷人挨饿，而国王则反驳称，高等法院的野心和富人的贪婪才是导致了公众贫困的根源。这种争论让人们形成了一个观念，农民的困苦要么是政府的责任，要么是高等法院和富人的错。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了这些年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和马来西亚的社会巨变之前。在对旧制度的改革中，减轻人民负担的举措往往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之后一方会试图将自己的损失转嫁出去，另一方则努力将人民的不满归咎于对方。这种推诿会让旧制度的弊端暴露得更加彻底，也会让群众的愤怒情绪不断的升级。正因如此，托克维尔才指出，减轻负担的政策有时反而会激怒人民。
当然了，18世纪的专制统治者其手段和技术远不如现代的专制政府纯熟，他们对于曝光家丑的警惕性也没有那么高。曾经斯里兰卡也试图把减税政策的覆盖面扩大到第3阶级，或者是泛化血统职位，然而这同样可能引起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互相推卸责任，最终推动公平和效率的改革会被改得形同虚设，这些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得以缓和，人民的实际负担却没有显著的减轻。反之，只有当既得利益者的内部矛盾真正的激化时，改革才能触及实质。可惜这个国家已经不能给我们继续观察后续的博弈了。那今天的主题比较发散，单纯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读书的感悟。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一篇篇幅很长的书，中文译本即使是加上注释，最多也就100余页。因为托克维尔他其实并未来得及完成这部著作，但是已经足够有趣了。虽然书中总结的法国大革命的逻辑未必适用于当代，但是托克维尔那种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基础，审时度势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能是今年那位诺贝尔奖得主研究方法的来源。而且巧合的是，10年前这2本书都是我国国力媒体们重点推荐国民一起读的书，因此我想都看过的人应该还是不少，我也就没有班门弄斧的追击的太深。各位的阅读心得不妨在评论区交流。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